哇，年轻人，你最近是脱发脱到很厉害，你头发全部集中在中间，好像罗汉尼啊。今天你不可，怎么我已经吹得很辛苦了，还很明显啊。当然了，好像蘑菇这样大颗，哎呦，没办法了，我有时候要靠脸吃饭，怎么办？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你不用怕的。那脱发是因为遗传的话呢，你怕也没有用，它迟早会掉光的嘛，对不对？不过今天我们也请了专家还有嘉宾跟我们一起分享脱发的问题。头发生长周期你了解吗？每个人每天都会掉头发，那在什么情况下才必须看医生呢？那植发有没有风险？有哪一些方式是可以治疗脱发呢？中医还会教大家一边洗头一边预防脱发的好方法，还有食疗分享呢。全在这一集的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马哥说真的，你这把年纪啊，等一下，什么叫这把？哪一把？讲清楚。到了你这样的年龄啊，怎么样？哎，说真的，你的发量还很厚哎，有什么秘诀吗？很简单的，我的秘诀就是遗传。我跟你讲，我爸爸妈妈的头发哇很浓密的，看过去好像一片森林哦。那怎么办？我没有这种遗传，我就要向命运低头啊！不可以，一定要补救。不用，所以今天我就请了专家还有嘉宾来跟你分享脱发的问题。现在马上一句热烈掌声欢迎郭亮、意大利郑丽芬，还有我们的皮肤专科陈爱玲医生，欢迎，热烈欢迎！哇，来，请坐。真的太开心了，好久没有见到好同事、好朋友了。陈医生好，主持人好，欢迎。想请问一下两位哈，你们觉得每天掉头发是正常的吗？我一直以为是正常的 ，OK， 但是现在每看到有一根，我都觉得很重视。那意大利你觉得正常吗？我觉得是正常的，因为我们的头发每次都有一个代谢期，所以刚开始我是觉得正常，只是近期我发现是我头发越来越少，那才恐怖。那你们觉得每天掉多少根头发是正常？我以前听说每天掉100根，我一直很怀疑这个数字。对，就有听说，因为我也听说的是100根，我也很怀疑。真的，我说我一天100根，那我们头发这么多根，那一个月洗了就是就不见了3万多根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来得及生吗？对，陈医生。其实健康的成年人每天都会掉大约50到100根，是属于正常的水平。哇，一天100根啊，那一个月就3000根了。哇，来得及长啊。其实不用担心，因为我们人类会有大概10万到15万根头发。哇，对，这么多啊。其实头发生长期是有周期性的，可以分为3大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我们叫生长期，在这个阶段呢，这个头发就是由这个毛乳头在真皮层里繁殖，然后出现新的头发，慢慢的就延伸出毛孔。这个周期为期大概是3到5年左右，然后接着就会进入我们所谓的退行期。这个阶段是非常短暂的，大概是2周到4周左右。这时候毛发就会停止生长，然后就会萎缩，然后接着就很快进入我们叫做静止期。这个阶段头发就会脱落，然后接着就是新的毛发就会从毛乳头又再制造出来。一般上，头发生长的速度每一个月大概1公分左右。1公分其实也算蛮快的啊。对。好，那么接下来跟大家玩一个迷思的游戏，看你们对这个头发了解多少，好不好？第一题来了，请问用温水洗头更能改善发质，真还是假？真假？从小就是说冷水太刺激，烧水烫鸡毛啊。是。温水刚刚好吗？好，来，陈医生，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假。这个答案是对的。其实我们头皮的温度大概是32到34摄氏度。洗头只要在大概37、8度左右是适当而且舒服的。太烧的水会造成头发比较脆弱，也比较容易扯断。这个意思就是用温水啊，跟用冷水都差不多，不会对头发特别好。对。那接下来这一题呢，大家是很有兴趣。请问经常吃泡面会掉头发，真还是假？感觉答案都是很明显。可是我就觉得应该没有那么简单。意大利，那真的。好，正确答案是真还是假？正确答案是假。郭亮很聪明。偶尔
尔吃泡面是不会造成脱发，是，除非是你天天饮用泡面，长期下来可能就会造成营养不良，是，这间接的才会造成脱发。对，好，恭喜啦！哎，好，来第3题，用毛巾擦头发会导致头发损伤，真的还是假？开玩笑，我每天这样做。哎，对，每个人都说假的。那医生，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答案是真的。其实头发湿的时候啊，那毛鳞片就会张开，就容易受到损伤。对，所以一般上，你擦头发的时候，最好是不要太用力，还有就是也不要用梳子大力的扯拉头发。这样的话头发就容易断裂。好了，下一题，头皮出油太多会导致脱发，真还是假？这不会出太多才会。那你放假了？你放假了？跟你们一样。来，答案是？其实答案是假。你看，我就给你机会，为什么？听一下原因吧。其实只要你每天清洗干净，一般上都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但是某些行业或者某些环境，在太阳底下你会出多一点汗水，那有时候跟污垢啊结合在一起，就容易造成细菌的滋生。这样的情形下就会造成有些皮炎、发痒，有时候甚至头皮长痘痘，这些就比较严重，就会造成脱发的可能性。明白哈，明白了。哎，下一题，最后一题了，染头发会导致脱发，真的还是假？来，所以亮哥，你是真还是假？我放假喽。好，那我跟你。我是觉得不可能。假的。OK， 所以3个人的答案都假的。那医生正确的答案是假，大家都对了。染发一般上是不会造成脱发，只要根据那个程序走的话，一般是没有问题的。OK， 但是我也不太建议经常染发，间隔期最好是大概是6到8周左右。OK， 好了，所以这些迷思你们都清楚了吗？好，对，广告过后，我们还有中医师来加入讨论，让我们更了解3000烦恼丝。是的，我们广告过后再见。欢迎李广军医师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。想请问一下医师啊，是有没有脱发病人找你治疗？有的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女性生产过后，或者说月经结束以后，她们发现头发比平时更多，那来找中医调理。对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年龄相关的一些脱发，比如说有些人到了40岁左右，就发现头发变得比较稀疏，或者发际线会后移。所以也会来做一些调理。是。那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因为身体的疾病，引起的一些脱发，比如说化疗过后的脱发，或者说一些皮肤的疾病，比如说脂溢性的皮炎呐，或者湿疹长在头部，也可能会引起局部的脱发。了解。那中医怎么看脱发问题？中医认为它和肺、脾、肝、肾比较有关。那如果分的话，可能一种就是虚的，一种就是实的。是。那虚的情况呢有2种，一个呢就是血虚，比如说中医说发为血之余，对，就是说头发呢是血的最末端。如果说因为身体的脏器的功能不足引起的这种气血虚损，那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头发就引起头发脱落。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肾虚。如果说这个人的肾气足的话，那这个时候他的头发不太容易脱落，不太容易变白。所以中医治疗脱发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补肾。虚是这2种情况，另外呢就是一种实，比较常见的一个呢就是风邪。比如曾经看过一个小男生，他差不多是1年级，那3天之内呢头发脱落超过90%。最终的诊断是斑秃。那这个小孩子呢不太愿意读书，因为怕同学笑。对，就是拒绝去读书。是。那这个呢中医的病名就是一个游风，民间呢叫鬼剃头。对，就是由风邪引起的一个疾病来。这是风。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湿，有2种情况，一个呢它会和寒在一起，就是寒湿。那这个病人可能除了脱发呢，可能还会有一些肠胃的症状，比如说胃口不好经常容易胀肚子，特别容易累这是一种寒湿的状态。那还有呢，湿如果和热在一起的话呢，就是湿热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头发可能会比较油，比较油腻，人会比较容易急，容易生气。
可能会有一些口干呐、口苦的这些症状。OK， 那陈医生，一般常见的这个脱发因素有哪一些？最常见的是遗传性脱发。一般上开始是在发育期过后产生。男士的话，通常他们的脱是从前方慢慢的往后移，就从这边形成我们所谓的 M 字，或者有时候俗称米老鼠型。然后接着就是头顶那个头发越来越稀疏，慢慢的就形成了地中海型。是这个地方，对不对？对，女性的话，一般上发线都能够保持住，但是就是分界线跟中央的部分，他们会感觉到那个发量越来越稀薄，分界线越来越明显。第二种常见的脱发是所谓的斑秃，这是因为自体免疫系统受到攻击，而造成头发急速的脱落。一般上他们是局部性的脱落，但是有些比较严重的，有时候是枕头都掉到完，甚至影响到眉毛、眼睫毛、体毛都会快速的脱落。指甲可能会有些凹凸洞，我们叫 pitting， OK， 变得比较薄弱，但是不是局部的脱发全都是斑秃，也可能是其他因素导致的，比如好像严重的头皮发炎，或者是霉菌感染。那头皮癣也会导致脱发，对不对？头皮癣。对，偶尔我会看到，就是有时候是小朋友可能处理东西不干净，还是戴别人的帽子啊，还是接触到一些有感染的动物啊，就会影响到就是头皮出现霉菌的感染。第三种脱发。称为静止期脱发，telogen effluvium。OK， 这种可以分成2大类，一种是比较急性的，一种是比较慢性的。急性的脱发，头发大量的脱落，比如好像产后脱发，或者你生大病，进行了大手术过后，头发就会进入静止期，然后随着脱落。慢性的脱发就比较不容易察觉，原因很多种啊，比如好像贫血、维他命不足，或者甲状失调、红斑狼疮之类的，都可能造成静止期脱发。OK， 那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听到很多人讲这个脱发的问题。那今天我们真的很开心能够请到这位李女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，好不好？来，掌声欢迎李女士，就来，好。那想请问一下，这个你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发现到这个脱发的问题？大概3、5年前，发现到那个发线越来越阔，梳头发啦，然后冲凉啦，都是一大堆头发。对。你有找什么方法去解决吗？就是人家介绍说什么什么 shampoo 好用，我就去 try。有些发廊他们都有介绍那些 hair treatment， 然后拿那个显微镜这样照那个头皮，然后说你是属于什么头皮性的，然后就参加他们的那些 package。对，没有什么效果，反而越来越糟糕。那你是什么时候是决定去找医生？2、3个月前吧。2、3个月前，对，就是已经严重到我头发都掉了一大堆然后睡觉起来枕头都有。天哪！医生有跟你讲说问题出现在哪里吗？有严重的贫血，还有营养不良。为什么会营养不良？其实女性嘛都是怕肥的嘛，所以就晚餐不吃。那医生是怎么跟你治疗？医生就配给我iron pill 补血的，然后 multivitamin 维生素，还有那个洗头水，再加那个 hair tonic。对 ，OK。那我们这里有中医，要不要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他？吃的方面有什么可以好像说不要吃 multivitamin， 然后我吃中药，然后不会变胖。营养要均衡蔬菜这些，还有就是一些蛋白质的一些食物，比如说鸡蛋鱼甚至一点点红肉，适当的吃一些。如果用一些中药，可能用一些人参北芪淮山这些，让它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更好。那在这个基础上呢，适当的加一些补血的药，比如说阿胶当归我觉得是可以试一下的。OK， 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跟大家更分享一点？就是要对症下药，不要好像说听人家讲什么就去做些什么，反而越来越糟糕。就找专业的会比较好一点。是，好，谢谢就跟我们分享，好，希望你很快就有一头浓密的头发。好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
这是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哦，OK， 哎，它会震动哎。植发手术就是从后脑取出健康的毛发，是跟毛囊，就是移植到你要的部位。何首乌乌鸡汤可以防止脱发的食疗，比生姜更有名、更有效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用那个侧柏叶泡酒。那我们来聊一下治疗方法是最重要的。是来，医生有什么治疗方法？遗传性脱发的话有几种方式，第一种就是用这个外敷的液体，就是涂抹在头皮上，是经过几个月你会发现就是头发掉的程度会减缓。还有就是口服的药物，这个主要是压制那个雄性荷尔蒙那个激素，这个就会使到你的头发萎缩程度会减缓。主要是男士跟收经期或者更年期的女士使用。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有什么副作用吗？主要是男士可能会有一些性功能下降的可能性，大概2%到5%左右。哇，这样子，比如说他有这方面的这个脱发问题，因为他不要服用那个药物，还有其他方法吗？还有就是我们叫做非侵略性的卵性极光，这有2大类啦，就是一个是诊所医生用的，另外一种就是说市面上你都可以买得到的，比如支架仪器，这是市面上都可以买得到。OK， 你这样按这个，它就会亮起来，你就放在头皮上，对，哎，它会震动30秒过后，对，它就会震动，然后你就往后移大概1-2分钟，哦，1-2公分这样慢慢移，它震动再移。对。那除了这个激光之外，还有其他的方法？还有就是外科手术，所谓的植发手术。它的原理就是从后脑取出健康的毛发，是跟毛囊，就是移植到你要的部位，就是新的地址。通常就是前端跟就是中央的部位。那它有什么样的风险？比如处理不当的话，会有细菌感染。如果处理的不好，有时候会有不自然的那个疗效。还有就是有时候会形成永久性脱发。是。那斑秃呢？如果是局部的斑秃，我们是可以注射类固醇，间隔大概是每4到6周左右。有的时候严重的患者，一般上可能就要使用比较不疼痛的方法，比如用局部的免疫抹擦一些药物在那个脱的部位，刺激那个毛囊生长。是。有时候我们碰到比如小孩或者是大人怕打针的话，头发低能量激光也能够帮助到促进那个活络发囊，促进头发生长。那中医是怎么样治疗脱发的？中医的治疗有几个方法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口服中药。比如说这个人除了脱发，那他会指甲比较干，比较容易脆或者断裂，看起来嘴唇好像比较偏白，那这样的一个人可能是一个肝血不足的一个患者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给他一些补血的药物，比如当归啊、川芎啊、白芍啊、女贞子啊这些来口服。是。那除了口服的中药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用针灸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。那通常我们会在脱发的局部来刺激，也配合着身体其他部位的一些穴位的选择，比如说可能我们会选择足三里关元太冲这些穴位来。那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那个七星针来扣刺。它是一种特殊的一个针具，来头皮消毒以后呢，像一个小锤一样，来叩击那个头皮，敲到它的头皮微微的发红，甚至有一点点出血。那效果也不错。OK， 那中医的另外一方面就是食疗也占了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。是。那我相信今天你有带一个可以防止脱发的食疗，对不对？有那我们现在可以好一起品尝。好，李医师今天带来的这个食疗叫做何首乌乌鸡汤。有哪些食材呢？乌鸡1只，然后有枸杞子、核桃仁、何首乌，然后几片生姜。OK。核桃有补肾壮腰的功效，何首乌是养血，然后润肠通便。是。这个食材呢，适合的人群呢，就是一些比如气血不足的，通常也有一点点肾弱的一些表现的，比如脱发腰酸夜尿可以吃这个。OK。那还有哪一些食材可以让我们的头发更健康的 ？OK， 通常中医说黑色是入肾的，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黑色的食物，对黑芝麻，对，然后黑豆也是可以，也算都可以。OK。没有我想象中的
像那种，因为你喝这种补汤，你会觉得好像那个没有味道药材的味道会很重，但是它不会，还蛮清爽的。是也有人说用这个生姜和酒来擦头皮，会不会很有帮助？是有一些帮助，可是对外用的这种中医的方法，其实一个比生姜更有名、更有效的一个方法，就是用那个侧柏叶。侧柏叶泡酒泡大约1个星期以后呢，用这个酒来擦拭头发的头。泡什么酒呢？白酒？白酒都可以，白酒高度的要高度，度数要高一些，50多度左右。擦头皮啊。那有没有什么按什么穴位可以刺激一下？可以，就是洗头发的时候，我觉得放了那个洗发水，然后用手指的指腹适当的按压那个头部。轻轻的揉按，轻轻的在那边，对，轻轻的这么揉按就可以了。对。对。那一个呢，它可以起到清洁头皮的功效，它也可以按摩头部的一些穴位，改善头部的血液循环。那如果不用手指，用梳子可以吗？也是可以，选择一些比如说牛角或者木头的梳子，这2个不太容易产生静电。对，那其实牛角也是一个中药来的，它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。很多的刮痧板是用牛角做的。对。是。OK。那西医有没有什么小定义给我们观众呢？对于脱发患者，一般上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内，尽量就是有充足的睡眠，适量的运动，跟摄取均匀的饮食，还有就是看你怎么样舒缓你的各种压力。是。但是如果你有急性或者大量的脱发的话，这样就要及时寻求援助，不然不要等到茫然已经不见了，这样就比较难治疗。是的。那么脱发这个问题虽然说不是很严重，但是它绝对可以打击一个人的信心的。没错，所以希望可以通过这个节目，让观众更了解脱发问题的根源，还有治疗的方法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的按摩你们的头部，改变一下你们的饮食习惯，那你们就有一个健康的头皮还有头发了。对，在这里要谢谢陈医生、李医师、亮哥还有意大利，谢谢。医疗大小事，一起长知识。下星期见，拜拜。